大家好，我是圆圆。我最近决定要参加一个半马的比赛，就是马拉松有42公里，半马就是21公里。我之前有参加过6个全马，1个半马，都是在台湾参加的。但是我这3年都没有参加。我今年决定我要多一点健康。我希望我的心脏、肺脏更厉害，所以我决定要继续跑步。我真的相信半马是一个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达成的目标，因为半马21K 不简单了，当然要认真练习，但是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大部分的人可以做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要讨论参加半马要怎么准备。OK， 第一个建议就是你要下载一个跑步的 APP。跑步的 APP 真的很重要，因为他们可以记录你所有跑步的资料。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距离还有速度。有这些资料真的很重要，因为你可以做比较，就是你可以发现你有没有进步。对，我觉得这个是重点。我不会特别推荐要下载哪一个。我现在自己用 Runtastic。然后我知道大部分的人用 Strava。OK， 第二个很重要的，你要买跑步的鞋子。对，跑步的鞋子跟一般运动的鞋子不一样哦，它会比较会保护你的膝盖。对，我说要买运动的鞋子，你不需要买很贵的鞋子，1000块开始你可以买很不错的跑步鞋子。OK， 接下来呢，你如果真的要参加一个半马，你应该要找到一些网上的 program。很多人会建议，就是1个礼拜有几次啊，然后每一次跑步有多长，速度有多快，这个真的很好用，真的。所以你建议你网上查一下。我自己啊，我决定要跑步1个礼拜3次，然后每一次要跑10公里左右。但是我现在越来越靠近那个比赛，所以我要增加一点，可能下次12公里，下次14公里，这样才可以真的准备好那个比赛。好，下一个就是我建议你不要一直跑一模一样的样子。我觉得跑步大概有3个很不一样的样子，一个是一般的平路，然后速度很稳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就是间歇训练。就是你在跑步的时候一直会改你的速度，一阵子跑很快，一阵子跑比较慢，然后一阵子跑正常，这样你的心脏它会越来越练习不同的速度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然后有另外一种，我真的建议大家就是跑山路，因为山路对心脏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所以你如果跑这些3个不同的，整个身体就是会越来越厉害。对。我以前一直跑平路，然后我跟同事开始跑山路，发现他好厉害哦，我真的追不上他。虽然平路的时候我们的速度差不多，但是山路的时候他真的超厉害的。对，所以平路、间歇训练还有山路都是不错的。好。你如果可以的话，你要跟朋友一起参加一个比赛，因为跟朋友一起参加会互相鼓励，这样你不会自己一个人觉得很不好，就是有几个朋友一起参加最好的。对。OK， 下一个就是伸展，伸展真的很重要，你跑完步一定要伸展。这样对你的肌肉很好，然后你的肌肉会比较不会受伤。伸展很重要。你知道跑和平公园有多美吗？你可以看很多各种各样的东西，很多喜欢棒球的人来这边练习，很多人也喜欢来这边跑步，还是骑脚踏车。跑步是有点累了，没错啊，但是你要习惯这个累。这个累是好的，是很好的，是很健康的累。
OK， 我要跟你讲，跑马拉松有什么感觉？我第一次跑全马，我过了25公里，全身体开始很痛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你的脑子会跟你说不要再跑，不要再跑，因为整个身体很痛很累。你的脑子会说你不要继续跑。这个是最辛苦的部分，因为这个时候你还是要跑完那个比赛，你还是要继续跑，但是你全身体都不想再跑。对，我跟你说，你要准备好，你要心理准备。我第一次跑全马，我的肺脏呼吸会痛。有一次我跑全马，双脚、大腿都得了抽筋，无法继续跑。这个也会发生的。就算你很认真跑步，你还是无法预料，当时会发生什么。可能膝盖会痛，可能会抽筋，有可能会有水泡。这些东西你都无法预料，你只要认真准备，然后希望当天可以成功。如果没有成功的话，没关系。你还是可以下次跑，对。然后我觉得，可能最重要的建议，就是你要听你自己的身体。如果没有办法继续下去，那你要听你的身体。可能这一次不用再跑，下次试试看。你不要过度，你身体可以接受的。对，你如果对跑步有兴趣，我真的建议你去报名一个比赛，不管是4K、10K、21K， 你都可以参加。因为你参加一个比赛，你真的会有那个目标，所以你报名好，可以开始认真的练习。对，好，今天的影片到这里，请你订阅我的频道。这样我下次会录影更多跑步的，还有参加比赛的影片。我跟你说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我差一点忘了一个超重要的，我建议你下载一个空气品质的 APP， 然后你在跑步之前一定要看空气到底有多脏，因为台湾的空气有时候很脏。如果空气品质那个分数超过80，可能超过100，那你一定不要运动。对，因为你去运动其实对你的肺脏是真的不好的。对，所以只有80以下，刚好50以下才可以去跑步。